Hello， 大家好。大家好。王太啊，早上去学校我们的国际学校呢开了一次会啊，使得我想到今天和大家来聊一聊我们经常说融入大马，可有时候作为家长，恰恰是我们的小孩子融入大马的一种阻碍。我觉得照理说，你看到一个地方生活，大家都很 appreciate， 说你们很热爱大马，很能够融入大马，而且呢，小孩子要比大人他可以更快的融入，他的学习能力很强，心也很开放包容。但是为什么说大人有时候反而会阻挡小孩融入呢？这就要从王太早上去学校参加的一次什么样的活动说起来。你去参加什么活动？食堂试菜活动。这不是学生家长们总是吐槽说学校食堂存在诸多问题吗？那家长的吐槽不就是学生的吐槽吗？那我们学校也非常的重视就每学期都会从上学期开始就已经安排了这样的一个试菜的活动。那包括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呢？就其实学生们讲的非常的抽象，那家长反馈过来就说学校的东西不好吃。有导致什么结果吗？不好吃，那家长就会觉得很担心嘛。那很多家长觉得孩子吃不饱，那也要影响身体发育。这尤其是我们这个中国的家长们的民以食为天嘛，中国人的信条嘛。他们在某一次学校开会的环节之后，有几个家长特地跑到校长那边去提出了这个问题，那校长很重视咯。好，那这个事情会怎么演化呢？插入一下，我叫威廉，我们会全家2023年1月到达大马，现在是第4年，今天是我们生活在大马的第1194天。我们拍视频呢，就是给他人异乡生活的勇气，用我们自己的亲身经验告诉你怎样在一个新的地方开启人生下半场你喜欢的话，也欢迎点赞订阅。我们订阅的率并不高如果有兴趣也可以加入会员，或者来支持我们的健康食品小店Oka Store。 我们的黑松露鸡胸正在每个月做一次的热卖之中。好，现在把话题说回来，那我问一下王太，那照理说它是一个好事情，就学校重视大家的反馈，请大家来试尝，学校本身的期望是怎么样呢？他办这样的一个活动当然是希望能够取得更好的满意度咯。那你今天感觉还是有些受挫看你回来今天发生了什么呢？学校首先他准备了什么，做了一些什么，结果发生了什么？学校的时候，首先这个食堂不是学校自己的，是我学校所在的 group， 他们是整个邀请了一个餐饮集团，然后为我们整个这个一个国际学校的体系的每一家学校都在送餐。好像是我们学校是属于头上长角的，一直在反映菜色不好，他们也觉得很有意思，所以就学校也很重视，对吧？对。那今天是做了一些什么呢？请大家来试尝。今天是做了一系列新菜肴，然后餐厅的经理就介绍说，这些新菜肴是会在下个月引入到学生们的这个菜单里面。我当时一看，我就觉得非常兴奋我觉得都是一些很有意思的，然后有一些是马来西亚特色，有一些是中东特色，我觉得非常多元化的一些新菜，我看了非常的开心。结果没想到我好像我是其中，我一共7个人吧，7个人里面我是其中唯一一个很开心的人，其他几个家长都是尖锐的批评，然后非常的失望，然后猛烈吐槽。明白我们先把事实跟大家梳理一下。我们说做了什么？那看起来学校已经是吸收了一定的反馈，请你们来试菜是打算之后要去推出的，对吧？他很满意的，你也讲了 OK， 邀请7个，那么是家长代表来试吃。先问一下，那有些什么样的家长呢？因为不同的国籍、不同的家长，他们对食物应该有不同的偏好嘛？对是有些什么家长呢？首先学校因为中国家长吐槽比较多嘛，所以这次就特别预留了一半的席位给中国家长，所以我们加上我的话是5个中国家长，然后另外2位都是欧美家长。好的。那么他准备了些什么样的菜？你给我们说说看。我们是有些图片来给大家看一下。对，就非常多元的。我觉得马来西亚人可能都是耳熟能详的人当鸡，然后还有这个咖喱鱼胶，贵客对人当鸡。然后我看到他们做的还真的是非常的用心，上面是放了那个姜黄叶的这个丝，这个是我因为我自己做过，我知道如果是这个省略掉的话，它就是属于这种投机取巧的，但是这个放上去的真的是挺认真的。第二个应该是三杯鸡。台式的，但是它名字叫 Thai Basil Chicken 的，我吃的那个味道，然后包括它整个的摆盘呢，我感觉就是台式3杯鸡嘛。然后还有像叫fish moili，
是什么？反正这是一个鱼咖喱，很漂亮的，是那个应该是椰浆咖喱鱼。哇，我们家最近吃咖喱蛮多的，我觉得我看着都是挺嘴馋的。就是它那个咖喱上面还点缀了一些新鲜的这个番茄，小番茄，就是 cherry tomatoes，然后放在里面，我感觉就很有食欲嘛。还有比如说是tandoori chicken， 就是这个印度风味嘛。tandoori chicken 它是用鸡胸部位烤制完之后，上面又浇了非常美的那个葱蒜汁吧。OK。对，还有就是传统的土豆马铃薯，还有不是。就是还有传统的，就是马铃薯炖胡萝卜炖鸡肉，奶油味的。还有好像还有其他一两道菜，反正我感觉还有就是我家小孩很喜欢叫 shawarma。就是那种土耳其的卷饼，土耳其还是希腊的，反正就是里面是牛肉，然后是要蘸那个酸奶酱的。非常健康的看起来。我听上去这每个菜其实它包含了碳水大量的蛋白质。脂肪然后呢，因为是请你们试吃，你看上面的这些 topping 可见主厨的用心他当时的想法应该是蛮得意的。你看家长们我这么用心做的这个菜，我也觉得应该很开心，因为这个真的是感觉，首先是多元，第二个每个菜都摆盘的挺有意思、简洁之中又感觉挺用心嘛。我看到了，看 plating 真的像是招待一个蛮重要的宴会的这样的，这摆在那里。那实际大家你也讲到了，吐槽了些什么？大家真的就是吃到以后觉得不满吗？不满些什么呢？在没吃之前就是猛烈吐槽嘛。就其中2个欧美家长，先开头了嘛。他说这种菜这样的摆盘的话，然后包括这些名字也好，然后一眼看上去的食物构成也好，他说我们的小孩是肯定不会吃的，太复杂了，对他们来讲太难以接受了。这让我很 shock 因为不单单是我中国家长对食物很挑剔。没有想到，欧美家长也是这样子的。对，原来不是我们中国人有中国味，原来他们还有欧洲味有这个澳大利亚味有那个俄罗斯味，就是他们就是说小孩子不可能喜欢这种东西，因为这些东西我们在家里从来没有做过，我们小孩从来没有吃过，所以他肯定不会吃这种菜的。你们作为学校食堂，你们要考虑小孩子们看到这个菜，他们会不会吃啊？我觉得这个理由也很奇怪这个说法有一点像是我们在中国经常听到的就一味的从自己的角度出发，对吧？对，那欧美家长给我的感觉就是说，他们家的小孩是只能吃他们熟悉的东西，然后他们就列举了一些熟悉的东西，比如说他说菜，你旁边必须要跟饭放在一起，你不能只有菜啊，对吧？还有他说，你这个汤太复杂，我们家从来没有烧过咖喱汤咖喱小孩子们肯定不喜欢嘛。他说我敢保证100%没有一个小孩会吃这样的汤。我比较感兴趣的是中国家长们的反馈是怎么样的，我们对文化还比较熟悉OK， 中国家长的吐槽就是他们觉得怎么一片蜡黄全是咖喱，是不是主厨是印度人？会带上一些偏见。对，这个我也觉得很无语真的是。然后我就跟他们解释了，我说这个人当鸡是马来西亚还有印尼这里的一道菜，尤其是在斋月的开斋以后，这是属于和竹筒椰浆饭配在一起吃的一个待客的一道非常精美的菜。而且我还跟他们解释，我说这道菜我自己做过，我知道做成这个样子挺不容易的，它不能算是咖喱菜对吧？对，然后我跟他解释，你看这个三杯鸡它不是咖喱对吧？对，还有然后我说你们真的，然后他们就接着吐槽说咖喱这种东西在我们家里从来不烧的呀。那我也很惊讶，原来咖喱在中国这里的接受程度也是很低的。是啊我们真的是没有想到我们家真是例外。我想我们家一个礼拜至少得2-3顿吃咖喱我记得你还有说有四川的家长会觉得不够辣，对吧？对，就很有矛盾的地方是，四川的家长说他们家的孩子不爱吃学校里面的菜，因为觉得这里面的菜不够辣。那我这个可以理解，因为四川的辣可能是麻辣，对吧？这种感觉的。可是另一边的中国家长还有欧美家长都集中吐槽说，为什么这个每一道菜我都能够看到辣椒的存在？然后因为我们的这个菜名上面，他们做了一张小卡片，会标它的辣的程度嘛。有几道菜他们就是一共最高等级是5个辣椒，有几道菜是标了1个辣椒。那其实我反而我觉得食堂挺不容易的，因为他虽然给小孩子做菜，国际学校呢是各个国家的小孩，他不单单要考虑菜式口感，
当然啊，食堂我们等一下会讲，有一系列基本的问题要考虑，它还要考虑有些是带辣，有些不带辣，其实难度很高啊。是，而且关键就是说，你咖喱上面你要放的那个辣椒，有一些是不辣的，它而且比如说那个红甜椒那个东西的话，它就是增添风味跟颜色，是的，它没有这个很重的辣味。我自己吃下来，我感觉也确实是这个样子，对吧？是。那我试图跟家长解释，然后我还跟他们解释，我说这个咖喱里面，你看那个黄黄的，它放的是那个 turmeric， 就是那个姜黄粉。我说这还是超级食物。其中一个欧美家长就朝我就直接摆手叫我不要说了，他说小孩子懂吗？小孩子会懂这些 superfood 吗？这只有我们大人才会懂啊！哎呀，我不知道啊，这会不会是把所有啊对学校食堂不满意的家长都召唤在一起了？但如果这是一个普遍现象的话呢，我是为什么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啊？因为你看，我觉得啊，我们说回来一些，我们在大马的融入最享受的一点就是大马的美食之丰富和多元嘛，对吧？全球各地的都有，哪怕你说在大马的3大种族的，然后华人的都有，各个地方的，他就是吃的多呀。第二，以我们自己小孩的经验来说，一开始去学校吃的也是这些呀，他很快就热爱上了一些什么，就原先他也在中国从来没有机会吃到的，甚至还会去学着做菜，再把这个东西带回到家里，让自己的餐盘变得很丰富，自己的美食的眼界变得很宽广，对吧？是啊，我们自己也是啊，经过这么多年做大马的菜，做世界各地的菜，我们自己这个菜盘也变得丰富了，让我们觉得哇，原来所谓的中国美食啊，我觉得呢算是最多算是 average 水平，这世界上好吃的东西啊多了去了。这就是一种多元，就是你真正的融入啊，就要从美食开始。可是听你这么说呢，我为什么又担心啊？我就觉得，家长如果替小孩做主张啊，他就说他不爱吃的，这个不行的啊，学校这样不好的，你要做我们家的。那小孩以后怎么从食物入手去融入这个多元的世界呢？是啊，其中一个家长还说了，他说他在马来西亚已经是生活了第5个年头了，然后他说怎么全是这样的咖喱菜啊？然后我想了一下，这些菜其中，比如说你人当鸡这个东西，还有那个三杯鸡的话，也算是蛮常见的。你在一些马来西亚的馆子里面也可以吃到，还有那个鱼咖喱也是啊，对吧？那个手阿妈嘛，至少以我们小孩喜欢吃，我留心了一下街边，好像摊位也挺多的。是的。为什么这些食物对他们来讲是如此陌生？他们说他们家会从来没有吃过这种菜。我感到非常的惊讶。这样另外一个惊讶就是我发现，然后大家那个吃的时候就是揭开保鲜膜，然后餐厅经理叫大家来试吃的时候，我发现很多家长他们是很挑食的，有些菜他们是完全不会去试的，所以我就联想到前2天我看到有观众说，对，观众说，你们很敢哦，你们还去吃这些东西哦，用手哦，对，还称赞我们。我当时觉得，这个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但是看到这些家长，他们甚至都不愿意去尝试一下这些菜的味道。我好像明白了，好像吃他们家常菜之外的这些菜也是需要勇气的。是的，就是有一种封闭或者难以融入啊，是从家长就开始了，他有可能就写在了基因里。那我相信这个也有可能会遗传到下一代，其实影响到小孩未来变成世界人。我其实是感到怎么说呢，挺惋惜的，对吧？因为如果你试都不会去试，说明你已经排斥到觉得根本就是这个事情是 out of the question， 我根本就不可能去碰一下。是，就以前看那个有一本书里面，他就是讲到说英国人当时到全世界各地去殖民的时候，那些最早送过去的英国的官员，他们都会甚至罐头食品都要从英国运过去。当时这个作者在书里就说，他觉得这可能是食物给人带来的一种安全感。可是我现在在想一个问题啊，当年可能是食材稀缺啊，然后可能在马来西亚也买不到这个。但是如果说在马来西亚生活了4-5年的家庭，他们都没有去餐桌上面都少见这样一些食材的话，这个好像是有点太过于追求安全感了，变成了一种固若金汤的一个怎么说呢，固执吧。对，我觉得事情不开放了。有2面。一方面啊，解决食堂的问题，食堂是全世界啊，不管是在学校还是职场里面，都是很难让所有人满意的，众口难调，每个人有自己的口味。那食堂首先要看小孩是否满意，他们是最大的消费者。还有呢，你看学校食堂最重要的首先要提供什么
安全的食物，这是排名第一的，对吧？第一的目标。接下来第二的目标营养相对是丰富健全的。那大马的国际学校，这难度真的不小。一个是国际化非常高，再来你这个食物还需要是哈辣的，对，它们都是清真的嘛，所以它的选择范围食材就相对比较有限了嘛。对，它确实面临你看这么多的挑战，那面临它是可口多元的，它又是怎么样？你可以是安全的，小孩吃了不会说生病，或者说在非常饥饿的情况下会吃不饱，会饥饿，会影响身体的成长发育就 OK 了。再讲大马跟我们以前分享在中国的学校食堂那可是不一样因为他没有强迫你一定要在学校吃对，关键是学校食堂的选择实在太多了，你知道吧？他们每天提供几道西式菜，还有几道亚洲菜式，确保做得很不错，至少有10种以上的菜式可以去选，可能选择太多嘛，然后。有一些家长提的今天提的一个意见，我也觉得挺无语。他跟那个餐厅经理说，他说学校能不能考虑每天给孩子们就是多做一点披萨？哎呀，我就跟他说，我说披萨它也不是一个健康的食物呀，对吧？然后还有家长说，那就炸鱼薯条给他们多做一点了。然后那个餐厅经理就说了，就是这个大家马来西亚的观众们可能都知道，去年10月份马来西亚教育部不是写了10种。那个10大类的不能进入食堂，对，学校附近几十米的地方，这个油炸食物嘛，这个餐厅经理也说了，他说那马来西亚的整个的这个教育体系，他就规定那种叫 highly processed food， 就是高度加工食物，比如说他特别举个例子，鱼丸这类东西就是不能够进学校的嘛。他说他们学校至少有一点，他说有2点我很 appreciate。第一个就是他们主动停售了像100 plus 这种OK 甜饮料，他说利润最高、销量最好的这款产品已经去掉了。第二个就是像他们就算是有的时候需要做一些什么炸鸡炸鱼occasionally 他们偶尔会做，他说都不是预制的，全是这个从鸡肉开始分割。果粉、油炸开始自己弄的，现做。他们说他们是非常有限度的去使用这种所谓的就是pre-made food。那他还注重了健康，对吧？达到了更高的一个层次。是我觉得很不容易啦。我觉得你看我刚说了事情的一面，因为学校它真正我们关注食堂问题的底线和参考线是哪几条？另外一面其实在这样的一个多元环境中，如果你可以去尝试一下说。这是什么食物我来试试看，它用什么原料为什么它是这样的口味那其实是给小孩打开了一个多元化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切入口，因为吃东西是最容易接触到的，而你再去想世界各地的人民，谁不把最大的智慧放在吃这个事情上面这每天都要接触的，都是千百年流传，有其文化、地理、历史的渊源所在的。所以我是觉得呢，如果你看这次因为学校也是好心，请的是家长来给一些意见，那可惜呢，没有想到完全是负面的。我觉得今年食堂经理应该会很受挫败是如果学校完全听他们的，我建议学校最好不要这样子不是，如果是这样的话呢，真的是替家长给小孩未来成长的多元化关上了一扇门了这是我非常非常担心的。是的。讲回我们自己你看生活中我们刚刚有讲到，我们就很欣赏大马食物的多元化，是吧？你要不来说说看，我们吃过、做过或者欣赏的一些各种各样原先在中国没有机会接触的美食是什么？那咖喱吧。咖喱大量的咖喱跟印度咖喱是完全不一样的风味对，跟在中国不一样。对，我今天他们说那几个家长在那里说，中国的有，欧美的也有说，他们家里从来不吃咖喱，怎么今天全是咖喱？我就上来说，我说我们家是吃咖喱的，我今天来之前我吃的就是咖喱牛肉配那个印度的馕，都是我们家自己做的。我们早上自己在吃呢。所以我觉得就是首先我们也就是确实没吃过之前，你不会知道它是这么的好吃，吃过之后你会觉得。不论是健康角度，还是从它的方便角度，你可以一次稍微煮多一点咖喱，对吧？早上稍微热一下就可以吃了。对，这是多好的一个食物！又是姜黄粉，那个姜黄粉它又是超级食物，对，能够抗氧化，又不用加很多盐，它有很丰富的滋味在，对吧？对，它可以蘸着吃它本身也能够吃，而它的变化又是千变万化。是，哇！就所以我觉得这些食物对我来说都不陌生，而且我觉得都挺好的，都是优质蛋白质的这样的一个组合，对，给孩子们吃的，对吧？所以我想真的是，我是很喜欢这种多样性的，而且我也希望我孩子能够吃得杂，对，他的这个
口味的包容度不要是中国味，对吧？我觉得它应该是马来西亚味。我们小孩就是这样子哈，你看他去了学校以后回来，甚至会给我们做菜，做墨西哥菜啊，做意大利菜，他自己还欣赏一些中东的食物啊，不像以前只知道牛排、汉堡，那认为这个就是整个西方世界的菜肴了，远远不是。他的这个品味，他的这个丰富度和高度都被打开了，我觉得这个是他未来走向世界重要的一环嘛。因为我为什么讲这个？还有你看，在大马，大家都在讲要做世界人，要以世界人来自居，对吧？那就意味着你不能给自己某一种的标签，不能让自己变得太过封闭吧。是的，我不觉得中国味是一个值得骄傲的事情，相反，我觉得是中国味局限了我们去尝试其他东西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勇气和信心嘛。是，所以说我很欣慰我们家不是中国味。对的，我也从来没有旅行到说只能要吃泡面了，要想吃泡面了啊。maybe 年轻的时候有吧。你有点矫情，我觉得你有点马来西亚味了。你看你上礼拜回了上海3天，你回来就跟我说，实在没什么东西好吃，还是马来西亚好。对啊，因为你那个认清楚它这个食物到底是怎么做的哈。再说大量都是北方，就是大量以炒，高油高盐为主，你看着这真的确实不想吃啊，怎么办呢？是吗？好的，那 Welcome to Malaysia， Welcome home。好，欢迎大家点赞来评论或者发表您的意见啊，也欢迎到我们的小店看一看健康食物会有哪些更多的选择。好，是的，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拜拜。